太平洋战争第11篇上，山本五十六一意孤行发动进攻，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倾巢而出，目标却只是一座不起眼的中途岛。美军破译电报提前洞悉日军全盘计划，全面进入备战状态，准备迎头痛击。而当日军第一波空袭效果不如预期，面对突如其来的美机威胁，南云忠一最终下令紧急换弹。前情回顾，提到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途岛海战。在这场战役中，美军成功重创日本海军机动舰队，一举折断了日本向外扩张的锋芒，并从此逐渐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然而从纸面实力来看，当时的日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日本海军最精锐的航空兵与航母部队几乎也全数投入了这场行动。但连战连胜所积累的极度自信，加上对情报安全的忽视，以及美军成功破译日军通信密码，最终让这场看似胜券在握的作战演变成一场灾难性的失败。那么问题来了，美日双方的最高决策层当初究竟是如何规划这场中途岛作战？虽然中途岛海战真正爆发在1942年6月4日，但早在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山本五十六就已经开始构思这场规模空前的战略豪赌。在他看来，即便美军其他水面舰艇全部被击沉，只要航空母舰仍然存在，就随时可能对日本发动报复性反击。因此，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在太平洋上选定一个目标，引诱美军航母出港救援，再一举将其歼灭。山本反复研究太平洋海图，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中途岛。中途岛位于中太平洋，是一座典型的环礁，距离日本的横滨以及美国的旧金山都大约是2800海里。也正因为位处航线中段，才被称为中途岛。岛屿实际由东岛与沙岛组成，总面积只有 4.7 平方公里，却是当时美军太平洋舰队极为重要的前沿据点。山本五十六判断，一旦日军对中途岛发动攻击，美军绝不可能坐视不管。若任由中途岛失守，太平洋舰队势必被压制在珍珠港，甚至被迫退回美国西海岸。因此，美军必然会出动最后的航母兵力前来救援，而日军只要在途中设下埋伏，歼灭美军航母，就能直接威胁珍珠港，从而彻底掌握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然而，山本没有料到的是，包括海军军令部、作战部门高层以及井上成美、近藤信主等多位将领都对这项作战计划表示强烈反对。反对的理由也相当现实：占领中途岛之后，该如何防守？岛上守军与物资补给如何维持？美军是否真的会按预期出动航母？就算成功夺岛，也未必能有效限制美军行动。更有人质疑，是否有必要暂停西南太平洋方向的攻势，只为了争夺这样一座弹丸小岛。但此时，已因连战连胜而志得意满的山本五十六，竟再次使出了偷袭珍珠港前的强硬手段，以辞职相逼，要求军令部接受他的作战构想。面对这样的压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等人别无选择，最终在4月16日勉强同意中途岛作战，但同时附加条件，要求联合舰队一并进攻阿留申群岛。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反对声浪仍未平息之际，4月18日，美军发动杜立特空袭东京。这次象征意义远大于军事效果的空袭，却意外成为山本最有力的说服理由，让他得以强调必须尽快消灭美军航母，否则本土将继续遭到威胁。5月初，由联合舰队参谋长宇环禅主持的兵棋推演，甚至透过明显偏袒日军的设定，证明中途岛作战必胜无疑。最终5月15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中途岛作战命令。根据参谋黑岛归人所制定的计划，机动舰队首先空袭中途岛，压制岛上防御后，由5800名海军陆战队登陆夺岛。随后，航母携带的36架陆基战斗机以及自威克岛起飞的9架伊式陆上攻击机，将转场进驻修复后的中途岛机场，以逸待劳，迎击前来增援的美军航母。与此同时，日军还计划出动龙香号与隼鹰号航母，攻击阿留申群岛，并占领2座岛屿，迫使美军分兵。如此一来，日军判断美军能投入中途岛战场的最多只剩下1艘航母，胜负几乎毫无悬念。在这场行动中，除了仍在整补的祥鹤号与瑞鹤号外，日本海军几乎倾巢而出。新锐的7万吨级战列舰大和号担任山本56的旗舰，并与长门号、陆奥号组成主力舰队。
南云忠一所率领的机动舰队则由赤城、加贺、苍龙与飞龙4艘主力航母担任进攻矛头，在2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以及12艘驱逐舰护航下，直指中途岛。再加上各个方向的支援部队，日军此次竟同时出动了8艘航空母舰、11艘战列舰、23艘轻重巡洋舰、65艘驱逐舰、21艘潜艇以及90多艘运输与补给舰。光是这次行动所消耗的燃料，就几乎等同于1940年日本海军一整年的用量。这也正是中途岛海战被视为日本海军押上国运的一场豪赌的原因。但山本五十六万万没想到，就在主力舰队5月27日起航前，美军其实早已摸清了他的作战企图。情报关键来自珍珠港的破译专家罗彻福特少校。在成功预判日军将进攻莫尔兹比港后，他又发现日军正准备在中太平洋展开一次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尼米兹只看了一眼海图，心中立刻有了判断，日军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途岛。5月初，罗彻福特注意到日军电报中频繁出现一个代号 AF， 他将其与3月破译的情报交叉比对，判断 AF 极可能指的就是中途岛。为了确定这一点，5月19日，美军司令部透过海底电缆向中途岛发出指示。随后，中途岛电台刻意发报称，岛上海水淡化设备故障，急需珍珠港运送淡水。第2天，罗彻福特截获的日军电报中赫然写着 AF 缺乏淡水，登陆部队需多携带补给。至此，美军正式掌握了战役主动权。然而，尼米兹仍面临2大难题。首先，萨拉托加号仍在西岸维修，无论如何都赶不上6月初的决战；而在珊瑚海受创的约克城号能否迅速修复投入战斗仍是未知数。当时真正能立即出动的，只有刚完成空袭东京的企业号与大黄蜂号。更麻烦的是，哈尔西在返航后病倒，短期内无法再度出战。所幸他主动推荐由巡洋舰指挥官斯普鲁恩斯接手第16特混舰队。5月27日，约克城号返回珍珠港，其飞行甲板已完成紧急修复。尼米兹立刻安排该舰进入1号船坞进行抢修，在损管人员与船厂工人全力配合下，仅用68小时便完成主要修复。虽然隐患仍在，但已具备起降战机的基本能力。弗莱彻的第17特混舰队得以全数参战。与此同时，萨拉托加号的战斗机、俯冲轰炸机与鱼雷机中队正好都在珍珠港。尼米兹下令将这3支中队补入约克城号，尤其是由萨奇少校率领的战斗机队，装备了27架新型野猫战斗机，大幅强化了美军防空战力。尽管美军仍只有3艘航母，但共计可出动231架舰载机。而整个5月，尼米兹持续强化中途岛防御，几乎到了飞机塞满跑道的程度。海战爆发前，中途岛上共有31架卡特琳娜侦察机、21架 F2A 水牛式战斗机、7架 F4F 野猫式战斗机，以及多型俯冲轰炸机、B-17轰炸机与鱼雷攻击机。反观南云麾下的4艘航母，虽然理论上可搭载近300架战机，但实际出击时仅携带93架零式、72架99舰爆、81架97舰攻。即便算上侦察机，日军在中途岛方向也只有248架舰载机，在数量上并未形成绝对优势。日军原本计划在6月3日同时对中途岛与阿留申群岛发动攻击，但南云忠一认为航母补给不足，坚持再多等1天，空袭中途岛必须延到6月4日。山本五十六只能点头同意，却也因此埋下了一连串失误。第一项问题就是情报判断，南云等人一再要求在开战前务必确认美军航母的位置。然而原定有2式水上飞机经潜艇加油后侦察珍珠港的计划，却因为预定海域出现美军舰艇，被迫临时取消。与此同时，西南太平洋的美军还刻意用2艘战舰冒充航母呼号，误导日军判断。结果，日本军令部始终认为美军2艘航母仍留在该海域。第二个致命问题是无线电静默。山本下令舰队出航后全面保持无线电管制，但机动舰队参谋长草鹿龙之介指出，旗舰赤城号的通信能力远不如大和号，建议由大和号主动向南云通报情报。然而山本认为此举多此一举，最终未予采纳。结果直到中途岛海战爆发，南云仍误以为美军航母还停在珍珠港。6月3日，阿留申方向的美军向珍珠港发出警讯，确认日军行动展开。
同一天，中途岛起飞了22架卡特琳娜侦察机，并在9点25分发现了由田中赖三率领的登陆船队。这项发现彻底验证了罗彻福特的判断。尼米兹随即向已抵达海域的弗莱彻与斯普鲁恩斯发报，明确指出日军航母最快要到第2天才会现身，要求两人沉住气，耐心等待决战时刻。中途岛时间6月4日凌晨2点30分，日军4艘主力航母的地勤人员提前起床，开始为第一波攻击队挂载弹药。4点26分，36架零战、36架携带250公斤炸弹的99舰爆，以及36架挂载800公斤炸弹的97舰攻，在短短15分钟内全部升空，直扑中途岛。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军航母放出了10架 SBD 进行搜索，中途岛也再次派出卡特琳娜侦察机。5点30分，一架卡特琳娜发现日军舰队。5点45分，另一架则确认正朝中途岛逼近的日军机群。岛上立刻拉响防空警报，所有可用战机紧急升空，防空部队全面进入战斗状态。6点30分，日军机群抵达中途岛上空，97舰攻率先轰炸油罐和机库，随后99舰爆转而攻击次要目标。然而，攻击队指挥官游泳将士大卫看到空荡荡的跑道以及早已升空迎战的24架美军战斗机，心中不禁升起一股不安。尽管36架零战在空战中展现压倒性优势，美军战机几乎全军覆没，但由于防守准备充足，日军第一波攻击队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共有11架被击落，14架重伤返航后直接报废，另有29架必须维修后才能再战。这次损失将对接下来的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第一波攻击机起飞后，日军航母甲板立刻进入下一阶段准备，地勤人员开始为第二波攻击队重新挂弹，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美军舰队。赤城号与加贺号上43架97舰攻改挂鱼雷，而苍龙号与飞龙号的36架99舰爆则换上250公斤炸弹，另外还有24架零式战斗机负责为第二波攻击队护航。然而情报却迟迟没有进展。4点30分，日军先后派出6架侦察机，5点重巡利根号又追加1架搜索机，但直到7点整，周边海域仍未发现任何美军舰队踪影。就在这时，南云收到了游泳将士的回报，第一波攻击已经结束，但破坏效果不如预期，中途岛机场仍具备作战能力，建议派出第二波战机进行补刀。这个情况完全打乱了原定计划，南云只得紧急召集参谋长草鹿龙之介以及他最信任的航空参谋原田实，讨论接下来的应对方案。但还没等出结果，7点10分，日军航母上空突然响起防空警报，从中途岛起飞的美军战机已经杀到舰队上空。首先冲进来的是6架没有战斗机护航的 TBF 复仇者，由于编队松散，火力不足，在零式战斗机的拦截下几乎全军覆没，仅有1架勉强返航，投下的鱼雷也全部落空。南云松了一口气，返回剑桥继续思考下一步行动。没想到紧接着4架 B-26 轰炸机又闯入舰队上空，虽然这次投弹依旧没有命中，但其中1架被击落的 B-26 却拖着长长火焰，几乎直接撞向赤城号舰桥。在南云等人震惊的目光中，这架飞机擦着剑桥坠入海中。这一幕让南云不得不重新评估局势，他开始怀疑美军航母编队可能刚离开珍珠港，至少还需要2天时间才能抵达已被日军控制的中途岛。但问题是，中途岛上的美军飞机此刻却能不断对机动舰队发动空袭。在这种压力下，南云最终无视参谋反对，下达了后来备受争议的换弹命令。下集预告：日军原本兵力占尽优势，却在中途岛战场上一步步陷入进退两难。当南云必须在继续压制中途岛与准备迎击美军航母之间抉择时，他选择了敌前换弹。坊间一直流传日军只差5分钟就能逆转战局，这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美军为何没有第一时间击沉飞龙号？飞龙号的绝地反击又为何只锁定约克城号？而当山本56得知机动舰队惨败后，为何没有继续推进中途岛？约克城号在成功抢救后，又为何最终仍遭日军潜艇击沉？请看下集《中途岛海战》下。